我在外打工5年，攒下22万回村盖婚房。远房叔介绍的熟人3次说不加钱，可房子刚盖完，他就当着全村长辈甩出37万账单，还拿我爸签过的收货单逼他认账。你爸都签字了，你结婚还想赖熟人的钱？我看着我爸发白的脸色，没吵没闹，只是把合同拍在桌上。今天谁想让我多掏15万，就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小川，听说你准备盖房？包工队找了吗？还在问？别乱找，外面的包工队先给你报低价，活干一半就加钱，你不给他就停工，房子晾在那里，最后急的还是你。那找谁合适？赵有才，附近几个村不少房子都是他盖的，干了10几年，我跟他熟，有我在中间，他还能坑自己人。德发是自家人，他介绍的总比咱们出去乱找强。先见见。1楼客厅2间卧室，2楼3间房，再留个平台，24万。我只有22万预算，现在钢筋、水泥、人工都涨了，24万我都没多算。老赵，自己家孩子在外面辛苦几年才攒下这点钱，少挣一点。行，看老陈的面子，22万包工包料。不过丑话说前面，方案定下来后，别今天改这个，明天改那个。可以，我也有一个要求，增加工程、更换材料或者额外收费，必须提前告诉我，我确认以后再做。小川，大家都认识，有必要写这么细？老赵是我介绍的，你连书都信不过？不是信不过，就是因为认识，才应该提前写清楚。以后真有变化，大家按合同办，谁也不用为了钱伤感情。行，你们年轻人在外面待久了，办什么事儿都讲合同。放心回去上班，家里交给我，叔也替你看着。小川，你家地下有层土不太好，我准备把基础再加固一下。要加钱吗？谈什么钱？我看见问题了，还能装没看见？那还是按照原合同做。放心，我给你弄结实。老赵说原来那批货不好等，给你换了好一点。钢筋换型号了，换了一点，老马这边正好有更好的货。总价变不变？不因为这点东西给你加钱，放心干你的活。钢筋已经送过去了，后面的账怎么算？人家合同写得很清楚，增加项目要提前确认。现在告诉他要再加10几万，他会同意吗？肯定不会。那不就完了？先把东西做进去，地基打进去，钢筋扎进去，外墙砖贴上去，等房子盖完，他还能让我全拆下来。万一他真不认呢？你们不了解他爸妈，老两口一辈子最要面子。等房子盖完，婚期也近了，把本家几个长辈叫来坐着。他一个年轻人，还能当着所有人的面1分钱都不给。房子没盖起来的时候，合同说了算；房子盖起来以后，就得重新算账。不加费用，合同写得清楚，3次变化，我也3次确认过价格。那时候我只觉得赵有才有些自作主张。陈叔，材料送到了，签个字。就是证明东西收到了。对，送货单。爸，最近有人让你签东西吗？送材料的时候签过几次，就是证明东西到了。除了确认收货，其他东西别签。都是一个村的，你现在怎么疑心这么重？现场没问题，别来回跑了，少请几天假还能多挣点工资。房子我替你盯住。家里这么多人看着，还能把你的房子搬走？回来吧，房子差不多了。老陈说摆几桌，把本家长辈叫来，一起热闹热闹。小川回来了，房子盖起来了，接下来就等结婚。今天高兴，小川这栋房子我是真没少操心。他人在外面不知道，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替他拿的主意。年轻人不懂盖房，房子是一辈子的事，有些该花的钱不能省。他们一直在说加固、升级，替我做主，我越听越觉得不对。原合同22万，后来增加了地基、钢筋、外墙材料，还有赶工、人工和机械费用，这些增加项目一共15万，总工程款37万。你家已经付了20万。还差17万，多少？37万，还差17万。37万，我在外面干了5年，全部积蓄
才22万。地基加工4万8，钢筋升级3万2，外墙材料2万6。这些钱什么时候告诉过我？东西都已经用进你房子了，你现在问有什么用？我每次都问你加不加钱。我说的是当时那些小调整，不单独算，不代表整个工程变化全部不要钱。整个工程变化15万，你一次都没告诉我。你人在几百公里外，现场发现问题，难道还要全部停下来等你回来？我有手机，合同也写得清楚，增加工程、更换材料、额外收费，必须经过我确认。合同是死的，房子是活的。地基我问过，钢筋我问过，外墙砖我也问过，每一次你都没说要加钱，聊天记录全部还在。小川儿，别拿几句话咬文嚼字，老赵做的东西都在你房子里，又不是把钱装进自己口袋了。房子做好了才重要，年轻人也不能只认合同，不认实际情况。合同总价22万，验收整改结束以后，剩下2万尾款，我1分钱不会少。至于这15万，我现在不认。你说不认就不认。钢筋、水泥、外墙砖，哪一批材料没进你家自己看，上面全有你爸的签字。我签的是收货单，你们说只是证明东西送到了，材料是不是送到你家了？是不是用进房子了？东西收了，房子也盖了，现在一句没经过你同意，就什么都不认。你爸亲自签的字，你人在外面不知道，不代表家里不知道。合同、聊天记录，我爸签过的送货单，还有今天提前叫来的这些长辈，他们准备的显然不只是一张37万的账单。现在继续吵没有意义，先把账弄清楚。怎么不说话了？这张37万的账单给我一份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多出来的15万每一笔都有账吗？当然。好，材料、人工、工程量、机械费用，把每一项依据都准备好。你还想查我？不是查你，是看账。该我给的钱1分不会少，不是我的账，我也不会因为今天人多就稀里糊涂认下来。15万不是15块，他们既然说每一笔都算得清，那我就一笔一笔看。小川儿，那些字真是我签的，我每次都问过，他们说只是证明材料送到了。爸，我知道。是不是我害了你？你签的是收货，有人想拿收货单证明15万加价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可今天那么多人都觉得咱们不占理，所以现在跟他们吵没有用。那怎么办？赵有才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拿出37万，说明他觉得这笔账表面上说得过去。我现在最先要知道的，不是怎么反驳，而是他们每个人准备怎么说。赵叔，昨天人太多，有些话没说清楚。我想了一晚上，17万我一次确实拿不出来。早这么说不就行了？叔也不是非逼你今天全拿，都是熟人，有什么不能商量？我得先知道哪部分是材料，哪部分是人工，账真没问题，我才能想办法借钱，或者分几次给。行，你过来。其实这笔账没你想的那么复杂，大头就是地基、钢筋和外墙，后面再加点赶工和机械费用。房子干到一半发现问题，不可能每件事都停下来等你回来，所以这些项目施工以前没有跟我确认过具体价格。小川，你别总盯着这一句话。我承认没有每一项都提前跟你谈价格，但那是为了你好。地基有问题我不处理，钢筋有更好的我不用。材料的钱是谁算？材料当然按实际成本，钢筋和外墙都是老马供的，现场要多少他送多少。人工那1万7呢？后期赶工，工人加班很正常。孙志强那里有记录，你看我的总账就行。供应商有供应商的账，工人有工人的账，最后都是我统一结算。你别东问一个西问一个，越问越乱。你先拿5万出来，让我把外面的账周转一下，剩下的再说。我先看看。你怎么来了？赵叔说15万的大头是材料，我想问问钢筋和外墙这部分实际是多少？你跟老赵签的是总包合同，工程款找他，我的账跟你没关系。可材料是你供的，我只认实际送货，哪天送了多少，什么型号，仓库都有记录。37万结算单上的材料数字不是你给的，我只对我实际送出去的货负责。这个签字代表什么？证明货送到了，现场有人收。代表同意工程加价吗？那是你们工程合同的事儿，跟我的送货单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你们怎么结账，找赵有才，别把我扯进去。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现场要多少货也不是我说了算，谁报数量我按单送。你要问实际用量，找现场的人。赵有才说材料按实际成本结算，马英礼却急着告诉我他只负责送了多少，最后往工程账里报多少跟他没关系。
两个人的说法已经开始对不上了。孙师傅，我只问一件事，工程账是赵老板做的，你找我没用。赶工人工费17000，你们多少人？这笔钱怎么分的？什么17000？你不知道？我们后期是赶了工，可没见过单独17000，正常工资还有一部分没结。这项不是你报的？不是，我只记工时和人数，最后怎么报账是赵老板的事儿。工时记录还在吗？你要查什么？我只是想知道我要付的人工费最后有没有到干活的人手里。记录还在，能不能给我看？现在不能。小川，你去哪儿了？出去问点事儿。你是不是到处问老赵的账？现在村里已经有人议论了，说你房子盖完以后拿着合同到处查人，像是故意找理由不认账。叔，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双方各退一步，老赵那边让一点，你这边也别咬死1分钱不认。你觉得我先给多少合适？先拿5、6万，至少让人家看见你的态度，剩下的再慢慢谈，别让事情继续闹大。15万的账你看过吗？工程账我看他干什么？你没看过，怎么知道我应该先给5、6万？我是按常理说，地基是不是做了？钢筋是不是换了？外墙砖是不是也换了？赵有才昨天拿出37、7万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知道那么细？小川，叔是在帮你，你马上要结婚，你爸妈以后还要在村里过日子，真为了10几万把事情闹得全村都知道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先把老赵稳住，账以后还能慢慢说。他怎么比赵有才还急？陈德发说工程不是他做的，账他也没看过，可4个人里面他却最着急让我先掏钱。这件事肯定不只是加价这么简单。你会算工程量？不会。那还量？最简单的数字先记下来。外墙这一项有问题，差得多吗？结算单写340平方米，你这个房子不可能有这么大外墙施工面积，具体数字要重新精量，但正常看就是200多平方米，差了100多平方米，所以才不对。但现在不能光靠估，具体数字还得重新精量。那钢筋、地基能不能现在看出？别乱猜，能对送货记录的先对记录，隐蔽工程真要确认，再找专业的人检查。还有几个地方看着需要再检查，不过没检查清楚，不能张嘴就说质量有问题，明白？现在能确定多少有问题吗？还不能。那今天查出了什么？赵有才说按实际成本，马成礼只认实际送货，孙志强没拿17000，德发叔没看账却催给钱，4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，所以不能再分开问了。账看得怎么样了？还在看。看账可以，别到处乱问，大家一个村的，别让人误会我坑了你。我只是想弄明白。那什么时候先给钱？赵叔，你说15万每一笔都有账，对吧？当然。那就好办。明天把马成礼、孙世强和德发叔都叫上，材料、人工、工程量，做一张桌，一项一项说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有。我这2天问了一圈，同一笔15万，你们4个人说的是4套账。他挂了。那明天他们会来吗？会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现在最想做的，还是让我认下这15万。小川，人都来了，今天就是把事情说清楚，别再搞得像谁故意坑你一样，都是认识多年的人，有问题解决问题。行，今天先不争对错，只把几件事问清楚。你不是说我们4个人讲的是4套账吗？现在人都在，你问。赵叔，我先问最简单的。问。这15万是地基、钢筋、外墙、人工和机械几部分加起来的。对，账单上都写着。这些东西是施工过程中陆续增加的。对，增加以前，你有没有把每一项具体多少钱告诉我？施工现场天天都在变，不可能每做一点都跟你报价，所以没有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地基加估4万8，施工前告诉过我吗？钢筋升级3万2，告诉过吗？外墙2万6，人工1万7，哪一项提前说过？我承认，没一项一项先谈价格，但现场不可能停下来等你。地基有问题我不处理，钢筋有更好的我不用，工期紧了我不让工人赶。好，刚才赵叔自己说的，大家都听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确认第一件事，15万施工以前没有逐项告诉我价格，没提前说价格不代表东西没做。叔，我没说没做，那你想说什么？别急，一件一件来。第二件事，这份合同
是谁签的？我签的，总价22万，包工也带料，都包。你到底想问什么？增加工程量，更换材料，产生额外费用，要提前通知并经我确认。这条有没有？有。我确认过15万吗？你知道工程有变化。我问的是，我确认过15万吗？陈川，你别在这里玩文字游戏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没有15万一起确认过，但每一项变化你都知道。好，第二件事也清楚了。你故意套我的话，我只是问事实。事实就是东西都做进房子了。那说第三件事，地基加固的时候，我有没有问额外收费？问过。你怎么回答的？你回复知道，自己人不会坑你。这句话不代表免费。那看第二次钢筋调整，我问还按原合同总价吗？你回复没问题。外墙砖更换，我问会不会加钱？你回复不加。现在是我断章取义，还是我每一次都在问价格？我说不加，是说当时小调整不单独加。那工程什么时候变成37万的？结算以后统一算，也就是说，施工时说不加，房子盖完以后再统一算15万。小川，工程最后统一结算很正常。说，那你知道15万吗？我又不是做账的，怎么会知道那么细？既然你不知道，先听着。行，你认合同，认聊天记录，那这些呢？钢筋、水泥、外墙砖，哪一样没送到你家？上面还有你爸的签名，你总不能说这些东西是假的吧？我签的是收货，你们说是证明东西送到了。你签没签？东西收没收？签了，也收了。你爸签字收了材料，材料也用了。你现在说没确认，这不是耍赖是什么？马老板，这单子是你们店里的吧？是。我只问送货单本身，签字代表什么？证明货送到了，现场有人收。代表不代表我爸同意工程总价增加15万？送货单不管工程合同。老马，你别喊我，送货单就是送货单。材料送到了是事实，我没否认。房子用了，我也没否认。合同证明原总价22万，送货单只能证明材料到过现场。现在缺的是这15万到底怎么来的？结算单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写一个数字不叫解释。原合同22万，我已付20万，剩下2万，整改验收后付。那15万呢？你证明。证明什么？证明增加了多少工程，用了多少材料，又增加了多少人工，再证明为什么值15万。你还真把自己当查账的了。不是你说每一笔都有账吗？小川，非要这样一项一项掰开吗？为什么不能？大家以后还要见面。账没问题，算完以后照样见面。你这样就是不信任人。15万，我信谁？说，你刚才自己说你没看过账。合同那2万尾款，我按合同来，真实发生，该我承担的费用我也认。可你们自己决定，自己施工，自己填数字，最后让我买单，这15万我不认。行，你不是想一项一项算吗？对，地基4万8，钢筋3万2，外墙2万6，人工1万7，机械运输和其他2万7，加起来15万。你先查哪一项？先从材料开始。材料账我这里有，你看我的就行。既然是实际成本，为什么不能对供应商原始记录？你不懂工程，账越看越乱。刚才你还说每一笔都清楚，现在为什么又怕我看乱？先说清楚，我可以对实际送货记录，但赵老板最后怎么报工程账，不是我做的。老马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把自己的账说清楚。合同这一关，赵有才解释不通，送货单也只能证明材料进过现场。真正开始往下算，有人已经急着先把自己摘出去。那就从钢筋开始。马老板，先不谈价格，实际送了多少钢筋？能不能对？能。我仓库有出库记录，司机有送货记录，我只负责实际送了多少。老马，你什么意思？材料是不是你供的？材料是我供的，但你最后报多少，不是我定的。先说清楚，多出来的东西别全算我头上。结算单上的数量比你说的多。施工有加连，有切割，有损耗。钢筋不是拿计算器就能算明白的，合理损耗正常。多出来这一节用在哪儿？基础加估加了多少？3万2又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我做10几年工程，还能把几根钢筋算错？几根？我送出去多少我自己清楚，后面还有补货你忘了？哪天补的？补了多少？谁签的？你拿出来。老孙，基础是不是加过钢筋？加过一部分，但这个数我不敢说。行，钢筋先放着。第二项，外墙材料，这个更简单，材料换了好的，面积也在账上。结算单写外墙340平方米，对，我找人重新量过，扣除门窗，实际大约228平方米。你找的人会不会算？干了20多年自建房的师傅量的，不认可以找第三方重测。施工有损耗，我问过，加上合理损耗
也到不了340。340，外墙砖没全用完。你说什么？完工以后还有剩料，不是一点。孙志强，你今天到底站哪边？你让我说实际情况，我就说实际情况。那算最简单的，赶工人工费17000，后期赶工，工人加班增加人工很正常。孙师傅，这笔钱你们拿到了吗？老赵，这17000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赶工费用，我知道写的是赶工费，我问的是钱呢？工人工资不是一直在结吗？正常工钱是正常工钱，你别拿正常工资冒充赶工费。钱怎么发是我内部管理的事儿。你拿我们的加班多报17000，现在问钱在哪儿？你说内部管理，坐下。现在说的是陈川托翻成款，谁欠谁的钱还不一定。都别吵了，今天是解决陈川和老赵的账。你当然不想翻，介绍费拿了，烂账又不用你管。你胡说什么？村口饭店那次，你们说工程接下来，介绍人的好处不能少。你别血口喷人，够了。叔，什么介绍费？没有什么介绍费，老孙气头上乱说的。是不是乱说？问赵老板。老赵，你说清楚。我说什么？前后给你的钱还少了？不是你说房子盖起来以后不怕他不给？赵有才，你别乱说。当初是谁说竣工时把本家长辈叫来压一压？我那是为了帮你们调解。哼，调解还能提前谈好怎么压人？老马，你也不干净。我供货挣钱，至少没说自己是免费帮忙。结算，30结算。你们之间怎么分钱？我不管，我只钢筋数量说了说不清，外墙面积对不上，账上17000，工人没拿到。现在我还知道，所谓免费介绍也不是白帮。陈川，我现在只想知道，这15万里到底有多少是真的？行，你不是要查吗？你慢慢查。房子是工人一砖一瓦盖的，你拖着工程款，不只欠我一个人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不付合同尾款？他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临走前故意提到工人，我就知道这件事还没完。第二天一早，院门外果然来了人。陈川，你出来！房子都盖完了，为什么不给工程款？什么不给工程款？我们已经付了20万。赵老板说你们还欠17万，我们工资发不了。工人都找上门了。谁告诉你们我1分钱没给？赵老板说你还欠17万工程款，合同22万，我已付20万，正常尾款2万，整改验收后付。那他为什么说钱压在你手里？这个问题你们应该问他。这张账单你们见过吗？赶工人工费17000，这笔钱谁拿到了？什么赶工费？我们没有。都别吵，账上有17000，我们1分钱没拿到。那钱去哪儿了？我也想知道。赵有才，先别冲动，工时已拿，欠多少先列清楚，回去对工时一笔一笔列出来。那赵有才呢？我带你们去找。原来陈家已经付了20万，那17000去哪儿了？赵有才本来想让工人逼你，现在该他解释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赵老板，我们问2件事。第一，陈家账上为什么有17000，我们却不知道？第二，陈家已付20万，你为什么说钱在陈川手里？老孙，你什么意思？大家的工时重新对过了。今天我们不问陈川，只问你，大家干了多少天，拿了多少，还差多少，全在这里。工资我什么时候说不给？工程款没全部回来，资金周转有先后，很正常。陈家已经付了20万，你以前一直说是陈川拖着钱不结，后面17万他要不认，账就断了。那就把账拿出来，20万花在哪儿，15万怎么算，都说清楚。你现在跟陈川一条心了，我跟谁都不是一条心，我只要该拿的钱。行，你们现在都觉得陈川有道理是吧？37万的房子，他只认22万，让全村看看到底是谁欺负谁。外面都在说咱盖了37万的房子，只肯给22万，村口、商店、菜摊全在说，还问我材料都用了，为什么不给钱？我解释合同只有22万，他们就问送货单是不是你签的？现在人家都说咱们是拿合同压人。听说陈家房子实际花了37万，合同不是22万吗？后来加地基、换钢筋、换外墙砖了，赵有才账都拿出来了。可我又听说工人的赶工费没拿到，现在两边各说各的。小川，要不咱们给一点吧？不是给15万，给个3万或者5万，让他退一步。你和敏敏婚期快到了，外面天天说这些，刘家那边怎么想？爸，今天给3万，他会不会说还差12万？明天再给2万，他是不是又说一差10万？我一闭眼就想到那些签名，是不是因为我签了那些字，才让他们抓住了？不是你的错，你签的是收货，把收货单当15万依据，错的是他们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等他们下一步，账说不过去，他不会就这么算了。
本家群里发东西了。德发怎么能这么说？他只发了结算单和送货单，没发合同，也没发聊天记录。你别在群里跟他吵。我不吵。账单我愿意公开算，但大家评理，就不要只看总账和签收单。既然要评理，就把完整的账摆出来。这件事你到底知道多少？合同和聊天记录我都看过，那17万到底欠不欠？现在还没算清楚。外面都在问，要是真背着17万债，你们拿什么还？所以才不能别人说欠17万我们就认17万。你现在就是帮着陈川。我不是帮他，我是看账，用了什么，用了多少，合同包不包，有没有确认都要查。如果真是我们欠的，再难我也跟陈川一起还。可不是我们欠的，不能为了结婚就稀里糊涂认下来。咪咪，外面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。阿姨，我不是来问这个的，这是我拍的外墙砖包装，还有施工期间的现场照片。你什么时候整理的？下午。结婚不是拿几万块买平安？小川，群里的事你也看见了，既然你觉得有理，那就公开说。后天上午以祠堂长辈、本家施工的人、材料都叫来。可以说，你也来，你是介绍人，公开算账，一个都别少。真要让村里人都看着算，这场公开算账是他们要的，可万一长辈都站在他们那边，私下怎么说我管不了，摊开了真假就看纸面。他答应的太快了，怕什么？公开评理又不是审计，房子盖起来了，材料送进去了，他爸也签了字。可聊天记录呢？17000赶工费呢？工人拿不到钱，就说陈川后面工程款不认。可陈家已经给了20万。老陈，后天人越多越好，年轻人最怕名声。合同他可以拿，聊天记录也可以放。我只问一句，37万的房子盖好了，他凭什么只给22万？紧张吗？有一点。我还以为你不紧张。那么多人看着，怎么可能不紧张？他们想用人多压我，我就让人多一点，一起看清楚。今天既然把大家叫来了，我就把话说清楚。陈川家这栋房子最初合同的确是22万，可施工过程中地基加固了，钢筋调整了，外墙材料换了，后期还赶了工，这些东西都已经做进房子里，不是我坐在家里编出来的。现在37万的房子已经盖好，他只认22万，还反过来说我们坑他。房子确实已经盖起来了，真增加了东西，也不能让施工队白干。都是自己人，本来没必要闹到今天，可事情已经传成这样，那就把账摊开，谁对谁错，大家看。小川，你也说。好，今天我不说谁坑谁，只问5件事。第一件，这份合同是不是你签的？是。总价多少？包不掰工，包不掰料？22万，掰工掰料。但后来工程有变化，合同里对工程变化怎么写的？增加工程、更换材料，产生额外费用，需要提前通知，并经过我确认。请把我确认过的15万增项单拿出来。农村盖房哪来那么多手续？现场有变化，难道干一点就停下来等你签字？不用停，我有电话。你知道地基加固，也知道材料换过。而且这些材料单上还有你爸的签字，现在东西用了，你们不能一句不知道就全不认。马老板，我爸在送货单上签字，代表什么？只说送货单本身，证明货送到了，现场有人签收，代表不代表我同意工程总价从22万变成37万？送货单不管工程合同。老马，你别喊我，签个收货字儿不等于改合同，签收确实只能证明收到东西，不能签个收货单就多出15万吧？第一件事很简单，合同是22万，15万增项，我没有签字确认，我爸签的是收货。可你每次都知道工程在变化，正好。第二件，地基要加固，我问，如果有额外收费，提前告诉我。你回复，知道，自己人不会坑你。钢筋调整，我问，是否仍按照原合同总价？你回复，没问题。外墙砖更换，我直接问，会不会增加费用？你回复，不加。我不是联系不到，我问了3次，你1次都没有告诉我，这栋房子最后会从22万变成37万。我当时说的是那些小调整不单独算，不代表最后整体结算不增加。那什么时候告诉过我整体增加15万？工程结束以后统一结算，有什么问题？施工的时候说不加，房子盖完以后统一加15万。这不对啊，15万不是小数，怎么也该提前说。
你们不懂施工，实际成本增加了，我总不能自己承担。好，那就看成本。第3件，也是今天最好算的一笔，你的结算单上，外墙施工面积340平方米。对，我找做了20多年自建房的周师傅重新出测，每面墙的长度、高度都记了，扣除门窗洞口和以后，大约228平方米。差100多平方米，能差这么多？出测能当准数吗？施工还有损耗。我没说228就是最终结算数字，你不认也可以现场重新量。房子就在那里，我只问一句，多出来的100多平方米是哪面墙？工程不能这么简单算。那你怎么复杂算？今天可以说。还有切割、损耗、备用。那就拿材料记录。马老板，原始供货记录带了吗？带了，这些是仓库出库记录和送货记录。老马，我只证明自己送了多少货，工程面积怎么报是你们施工方的事儿。按你的实际供货记录，能不能对应340平方米？对不上。后面补过货，哪天补的？哪一车？你指出来。时间过去这么久，我怎么可能全记得？你不记得，我有记录。老赵，这一项你得解释清楚。我说了，工程还有损耗，有损耗就说损耗多少，不能一句有损耗就从200多变成340。第4件，赶工人工费17000，这笔钱谁拿到过？没有，后面正常工资都还有没结的，以前根本没人告诉我们还有17000赶工费。后期确实赶过工，可账上这17000，我们的人1分钱没拿。谁说这17000全部是发给工人的？赶工还包括现场管理、调度和其他成本。那为什么写赶工人工费？账目名称拿我们加班当理由跟业主收钱，现在工人问钱在哪儿，你又说只是个名称。你以前还跟我们说工资发不出来是因为陈川拖着黄成款，可陈家已经给了20万，现在账上又有17000人工费，那钱呢？今天是算陈川的工程款，不是说你们工资。你拿我们的工钱向陈川算账，那今天就一起算。今天先解决工程款，工人工资以后单独说，事情一件一件解决，别全部搅在一起。你当然不想搅在一起，什么意思？工程是你介绍的，你拿完介绍费，现在当然希望大家别算太细。你胡说什么？是不是胡说？问赵老板。老赵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说什么？前后8000块，不是给你了吗？当初是谁跟我说陈川人在外面，他爸妈最要面子，等房子盖起来，把本家长辈叫来坐着，不怕他不给钱。8000，德发不是说白帮忙介绍吗？那不是介绍费，那是请客跑腿的人情。竣工宴把本家长辈叫来，是谁的主意？我是为了调解。哼，房子还没盖完，就提前商量怎么调解。第5件，当初你主动上门告诉我外面的人不可靠，盖房还得找自己人，我信了你，也信了赵叔。结果22万的合同，盖完变成37万，3次问价格，3次不告诉我加钱。340平方米外墙，对不上实际尺寸和供货记录，17000赶工人工费，工人1分钱没拿。现在连那个一直劝我相信熟人的人，自己也拿了8000块。赵叔，今天人是你们叫来的，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你告诉我这15万到底有多少是真的？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本来是想评理，可账算到这里，陈川问的这些问题，你确实没有说清楚。连你也觉得我坑他？我没说这个，我只说谁要钱，谁把钱为什么该给说清楚。这事儿不能只拿房子已经盖好了来说。我之前还真以为陈家想赖账，谁能想到里面这么多事？最吓人的是先做完再开价。今天我只提3个要求。第一，房子质量双方共同找正规第三方检查。第二，原合同剩余2万尾款，我按合同执行。第三，15万追加费用，谁主张谁拿出我确认过的依据、实际工程量和真实费用。说得清楚的我认，说不清楚的不认。你想得美！那就继续按合同和证据解决。我可以提供实际供货记录的复印件，以后你的工程我不接了，我怕下次又多出我没送过的货。我们的工资今天散了以后单独算，17000也得说清楚。外墙这几处有空鼓，需要处理；卫生间防水节点也要重新处理，院内排水坡度也要重新处理。什么时候完成？10天以内。熟人归熟人，责任还是写清楚。老赵，今天先别开工了。什么意思？车都来了，
家里人商量过了，准备再问问别人。合同都谈好了，你这是听外面那些人乱说。我不说谁对谁错，以后增加什么多少钱，还是提前说清楚好。你们去哪儿？开工。谁的活？材料已经对过了，今天先做立柱和主梁，人工节点都按之前签的。陈老板，后面要是加活呢？先说价格，说完呢，签字。行了，干活。隔壁小厂也有设备要改，这个做完你过去看看。可以，先把需求发来。赵老板，我们家的房子也先缓一缓。为什么？家里想多比较几家。之前谈的那个工程，我们找别人了。介绍工程过程中收取相关费用，没有提前向陈川家说明，这件事是我的问题，以后不再参与本家工程介绍和协调。整改复查通过。你还真给了？合同内该给的，为什么不给？该给的一分不少，不该认的一分不认。我没有赢到什么意外之财，只是保住了5年打工攒下的钱。可也正是这件事，让我第一次觉得，也许不用再回几百公里外打工。明天先去哪边？上午食品厂，下午装钢结构平台。一份报价单，一份变更确认。先确认，再开工。先确认，再开工。后天那个仓库材料还没确认，先开工不行。行，我知道，先确认。还有个邻村人想请你看看盖房合同。你现在都快成专门看合同的了。我不懂的地方不乱看。下个月那个安装项目，人工还是之前那个算法。报价单不是给你了吗？我确认一下，口头签字。小陈，帮我看看，都是熟人，真有必要写这么细吗？熟人更应该写清楚，账清楚了，才能长久做熟人。陈川来了。